哎，延边，风靡，一部作为韩国近20年来少有的精神病院题材。在这部片中，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黑暗，无论是性侵、绑架、虐杀，甚至是器官交易，在这部片中都以极为真实的镜头表现，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视觉冲击。然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本片还是以真实事件为蓝本，且上映不到月余就拿下当年炙手可热的青龙奖以及大钟奖，可谓真的是犹如黑马一般独树一帜。而我们也话不多说，正片直接开始。这天的韩国首尔一街头之上，女人美珍本欲前往公司上班，没曾想突然冲出2个男人，抓住美珍的头发就往车里拽。可任凭美珍如何反抗，却依旧摆脱不了对方的4只铁钳。而等美珍再次睁眼，整个人就已被戴上头套且五花大绑，俨然被当成了畜生一样对待。等将美珍从床上卸下之后，又将其推入满是冷水的浴室，摘掉其身上的内衣，拿着洗刷马桶的刷子，径直的在美珍身上肆意蹂躏。而这个浴室还是男女共用，就在不远2米处就有一个浑身赤裸的精神病人。俨然此时的美珍就像是没有尊严的畜生一样，丝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被拖入了这种人间炼狱。等美珍结束洗漱之后，自己也被带到了院长的办公室，眼神中也满是惶恐。但看着美珍的样子，院长好似早已经历过无数次此类情形。강수아씨여기정신병원이에요。听到这里的美珍显然愣住，整个人忍不住的颤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上一秒还正要去上班，下一秒就被拖入了精神病院。紧接着院长就示意手下的2名护工可以任意侍卫，美珍也只能绝望的被2名护工推走，然后等待她的就是一顿如狂风肆虐般的暴揍。而等她再次醒来，她的面前迎面又走来一位护工，而这个护工却是慢条斯理的为美珍拿出了口中的塞子，以及取掉裹挟手腕的皮带，要为美珍吃下药丸。看到对方如此平易近人，美珍就直接起身想让对方帮帮她，声称自己真的不是精神病患者，希望男人树根可以让他打1次电话。见说教无益，美珍又抢过了对方的纸笔，连忙写下了一个号码，想让树根一定要帮他联系一下电话的主人。但树根却是一把将纸笔抢了过来，严格声称在病院里不得使用尖锐的物品。而这时牢房之外却是突然出现一个男人，见树根迟迟没给美珍吃下药丸，上来就拿着药丸硬往她的嘴中塞去。而等第2天排队接受治疗之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小翠。因为美珍是新面孔，小翠上来就想拉着美珍说话，但此时的美珍俨然还沉浸在惶恐之中，就只想问小翠是否知道出去的路。可小翠却是以毒乱火，说着自己吃东西吃坏肚子，现在整个下体都堵塞住了，希望可以和美珍互换下体。这一幕也把美珍吓得连忙捂住自己衣服。而好不容易等到自己接受治疗的时候，美珍连忙问院长是谁将自己关在这里。 과대망상 증상이고 미친 사람 아니에요. 나 정상이에요. 자기 부정 증상이 내가 여기 왜 왔는지 잘 모르겠어요. 뭔가 착오가 있으신 것 같은데. 병력 2배로 늘려야겠어요. 그래야 과대망상 증상에서 벗어날 수 있습니다. 显然，此时的院长丝毫不关心美珍的话语，只顾着按照自己的想法给美珍增加病史，而美珍也只能绝望的被再次拉进那个肮脏不堪的牢房之中。周围的病友却像是看戏一样，仿佛他们也早已经历过这一切。而这边疲惫的美珍本想快速的睡一觉，却没曾想睡觉也不得安生。病床后面的墙上竟然有着一个破洞，而里面还有着一个变态将手伸了出来，想要抚摸美珍，吓得美珍连忙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而随着美珍在病院中一天天的待下去，她隐隐感觉到隐藏在这所病院中还有更深的苦。果然，这天的她发现好似被抬进手术室的人就从来没有回来过。女人的第6感向来都是正确的，所以她也相信自己的直觉，有一天她也会像那些病人一样被送进手术室。于是她就敲响了隔壁那个变态男人的墙，询问对方是否有出去的办法。但闻言的男人并没有拒绝，而是声称美珍只要愿意答应他一个要求就告诉他。而此时的美珍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就答应了对方。于是美珍就在对方的要求下来到了浴室之中，在得到出口的位置在院长的办公室之后，美珍又趁其不备将对方弄伤，让对方倒在血泊之中。剧烈的尖叫声很快就引来了所有护工以及院长的关注，而美珍也趁院长为男人处理伤口之时，自己则偷摸溜进了院长的办公室。于是在经过时间长达2分半的寻找之后，美珍也终于找到了院长办公室内被遮掩起来的紧急出口。而就在美珍刚想窜进去时，门口却出现了开门的声音，而进来的院长就发现了那被打开的橱柜门，于是连忙来到窗口处查看，看到的赫然就是美珍躲在管道上面瑟瑟发抖的看着他。这一幕也吓得美珍直接掉下了管道，好在身体并没有大恙。等起身之后，就向着外面跑去，穿过一条条狭长的走廊。等来到外面之时，却发现整个精神病院就藏匿于市中心之中。然而，等美珍刚来到大街之上，就已经看到精神病院的护工追了出来，吓得美珍连忙拔腿就跑。好在迎面正好驶来了一辆警车，美珍也终于就此逃出了魔爪。等坐到车上之时，整个人才放心下来，而后面的护工也只能作罢，只能回到病院将情况汇报给了院长。而院长却是直接拨通了一起电话。于是这边的美珍刚来到警察局门口，就被突然出现的2个护工又拖了回去。
尽管美珍如何反抗，却依旧摆脱不了两人的铁钳。等待美珍的也是无比绝望的怒吼与不甘。而等美珍再次醒来之时，整个人就已被绑在了手术台上，面前看到的一幕赫然就是院长正在肢解其他的病人。等处理掉对方之后，就来到美珍身旁，告诉美珍一会儿会将她的内脏先拿出来，然后再截断包皮，还好心的安慰美珍很快就会结束，让美珍想象一下其他比较快乐的事情。听到这里的美珍也吓住了，但自己整个人都被绑住，最后只得眼睁睁的看着护工给自己吸食麻醉剂。而这时外面的护工树根也进来了，院长让他将面前的器官搬出去，而树根却在不小心之下直接打翻了冰袋箱。定睛一看之下，里面赫然就是一个男人的头颅。这一幕吓得树根顿时就愣住，而看到这里的院长怕树根有反骨，于是就直接开始警告起了树根。 똑똑이다. 니들 그 비싼 월급 어디서 나왔을 것 같아? 괜히 착한 척 고귀한 척 하지 마. 가증스러우니까. 정신 차려. 알았어. 동정 나를 봐봐. 나를 봐. 내가 누구야? 내가 누구야? 원장님이십니다. 而出了解剖室的树根也着实被吓哭了，内心本缓缓被罪恶给腐蚀，但最后一丝良心却慢慢照亮内心良善的光明。于是，在罪恶与善念的纠缠之中，树根就直接来到了资料室，翻起了上次美珍在他的记录册上面写的那个电话号码，毫不犹豫的就拨通了上面的电话。而接通电话的人也正是美珍的男友大牛。示意大牛到了医院外面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于是这边刚下车的大牛就想去乘坐电梯，没曾想却碰到了一个警察，吓得连忙缩回去。而这边的树根此时正在搬运器官，手机却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吓得连忙拿手捂住。而这时外面的警察也来到了院长办公室，而这个警察不仅是一名警察局长，还是美珍的继父。他和院长连同开设了这所私人精神病院，期间会将那些没有任何人照顾或者无亲无故的人直接拉到精神病院，进行惨无人道的器官交易。而这时外面的大牛还在病院门口等待，树根却从后面突然找上了他，然后一路带着大牛前往了正在麻醉中的美珍面前。好在在大牛的一番摇晃之下，晕乎乎的醒了过来，于是大牛也连忙背着美珍就往医院外面跑去。但几人刚跑动转角处，就碰到了早已等待他们多时的院长。而此时的院长眼神中的杀气俨然已经隐藏不住了，果然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就是树根，整个人被院长踢倒在地。一旁的大牛显然还没有搞清楚形势，还在怒骂院长是不是疯了。于是等待大牛的就是院长的一顿暴揍，随即又吩咐手下的护工，声称大牛没有必要麻醉，直接给他开膛。于是手下的护工也径直将大牛抬上了手术台。一旁的美珍只能跪在地上向着院长祈求放过大牛，但院长却始终无动于衷，而是直接拿起了电锯就对着大牛开始开膛破肚。而就在院长还在发泄自己怒火的同时，这边的小翠却是出了自己的病房，径直来到了院长的办公室，开始点上一根根蜡烛，等待院长的疏通。而这边的院长还在继续为大牛开膛，却突然听到了手下的汇报外面出事。而等院长来到病房外面查看之时，自己的办公室却已被熊熊烈火给吞噬。但由于保险箱中还有着无比重要的文件，院长也只能冲入火势漫天的房间之中。但人虽无情，火亦有情，熊熊烈火直接就将这位恶贯满盈的院长给吞噬。而这边的美珍几人也趁着精神病院大乱的空隙朝着外面逃去，但几人刚走没几步，就碰到了院长拦路。好在被烈火灼烧的院长没走几步就倒在了众人面前。而大牛和美珍两人放下心来之后，刚想一起离开这里，没成想还没死透的院长直接就将大牛拉进了万丈虚无吞炎之中，只留下美珍一人绝望的愣在原地。而随着精神病院被烧毁，但院长办公室保险箱中的资料却一直留存于世。出去的美珍就一路跟踪自己的局长继父，因为他就是被他的继父关进去的。出来后的他就想找到对方报仇，没曾想跟着他的父亲竟然担心医院的事情败露，直接举枪自杀了。而美珍又是现场唯一的人员，所以他也直接成为了杀害局长的凶手。事后就被一直关在一所新的精神病院。而时间很快也来到了1年后，男人铁柱是一名当地炙手可热的记者，但是一次在全国媒体的采访之中，被人爆料他之前的有些新闻都是造假资料，于是铁柱也受到了老大傻根的谴责。但傻根很器重铁柱的办事能力，所以想让铁柱再找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以此来提高他们电视台的收视率，于是就把傻根介绍给了一位手上有很多料的小记者小美。但树根听着小美说着最近发生的一些奇怪事情，不是闹鬼就是看到奇怪的生物，铁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于是就在桌子上翻了起来。这时一本被烧了一半的日记本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中，而这个日记本也清清楚楚地记录了1年前那个精神病院发生的一切，落笔人也正是美珍。但由于事实无法考证，领导傻根和小美也没有过多注意，但铁柱却从里面看到了一丝诡异，于是就让小美按照这个记事本来做下一期报告的策划方案。所以第二天铁柱就带着小美前往那所被烧毁的精神病院做实地勘测。但由于这所精神病院死过太多人，所以很多剧组也在这里拍恐怖片。而就在铁柱教训小美不要大惊小怪的时候，一个人影却是一闪而过，吓得众人连忙外出查看。好在最后只是一个浑身都是伤的男人。
等铁柱将其送到医院之后，却突然发现对方手上有着一个和日记本上相同的翅膀标记。于是经过两人的推测，男人可能就是日记本上那个保护美珍的男人树根。于是这边的铁柱又返回医护室，对着男人开始询问对方的身份以及日记本上的内容是否属实。而当铁柱得到男人肯定的答复后，瞬间整个人也不淡定了。而出来后的小美也将自己的调查报告告诉了铁柱，声称就在1年前发生火灾的时候，同天夜里当时的警察局长也被枪杀了。因为警察局长被杀这件事情太大，导致其他的新闻都被铺天盖地的局长被杀事件掩盖。而得知消息的铁柱也快速在网上翻找起了资料，没曾想还真被他找到了，那就是那个凶手竟然是警察局长的女儿美珍，现在被关在一所精神病院里面接受治疗。于是铁柱很快就凭借之前的人际关系找到了医院的负责人黄社长，在黄社长的一番介绍之下，也得知了美珍的妈妈在很早之前就因为心脏麻痹死亡了，所以就没人能给美珍作证她不是精神病。后面又因为母亲遗产的问题，开枪打死了自己的继父。听到这里的铁柱就想见一下美珍，于是在黄社长的引荐之下，铁柱也成功的见到了孤立无援的美珍。但初次和铁柱见面的美珍显然不想再提及此事，所以无论老郑怎么询问，甚至都拿出记事本出来，美珍都是一言不发。但出来后的铁柱并没有气馁，因为美珍是那场火灾里面唯一的幸存者，反而直接成为了杀人嫌犯，里面肯定有着外人不知道的猫腻。如果把这件事情调查出来，那么他们的电视台一定会爆火。于是铁柱又和小美经过好一番的资料翻找，发现美珍的母亲竟然是在火灾前2个月才死亡的。随后又经过长达2天半的实地调查，从民众的口中得知了一些类似于野史的消息，那就是有很多子女不愿意抚养的老人，亦或是父母失去希望的孩子，都会送往精神病院，想要以后都不愿见到他们。但有些人还想见一面自己的亲人，但发现医院中并没有他们亲属的住院记录，气得当地民众直接上诉，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取消上诉。经过面前的女人口中复述出来的话，那就是被当时的警察局长，也就是美珍的继父给压下来了。于是铁柱也从中分析出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那就是美珍其实是被他的继父绑架进去的，利用自己的权力想弄死美珍之后来获得他母亲的那笔遗产，而精神病院其实只是他继父的一个敛财工具而已。于是得知来龙去脉的铁柱就立即前往美珍这里，问询对方他觉得可能是谁将他关进去的呢？会不会是他的继父？闻言的美珍也犹如晴天霹雳，于是就向着铁柱讲起来以前的种种，那就是他的继父以前每次回到家都会侵犯他，从不满足岁，一直侵犯到20多岁，所以之后自己才会精神暴虐，被对方送进精神病院。闻言的铁柱也知道了大概的来龙去脉，于是就开始在电视台上面将这个精神病院以及前警察局长的丑恶一并公之于众，那就是前警察局长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来敛财，为了贪图自己妻子的遗产，不惜侵犯自己的女儿，将对方弄成精神病，又送进精神病院，想要将其器官拿去贩卖，但最后一场大火将这一切都烧得烟消云散，自己的行为还可能败露。而之前那个局长尸体里面也检测出了毒品以及酒精的痕迹，所以最终的可能性就是对方畏罪之下，又同时被双重兴奋剂给裹挟，所以直接开枪自杀了。而最后的法院也还了美珍的清白，将其无罪释放。等到美珍从法院出来之后，铁柱就一路送对方回家，可就在刚下车的时候，美珍却是突如其来的拿着笔说了一句，在精神病院中，病人是不能携带尖锐物品的。而听到这里的铁柱也懵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之前那个笔记本就不可能是美珍写的。等美珍走后，铁柱整个人也犹如醍醐灌顶，那就是这笔记本其实是那个护工树根的，里面记录的一切其实不是美珍，而是美珍的母亲。他的父亲为了他母亲的遗产，就将对方关入了精神病院，又让病院开具一份假的死亡证明。当时接到求助电话的人也是美珍自己，但看着自己的母亲死在火海之中，愤怒之下的美珍一路跟踪自己的局长继父，悄悄潜入家中，拿起了枪，一枪就解决了对方。而得知全貌的铁柱此时却仿佛洒脱了一般，因为这才是他认为该有的复仇。